140瓦只跑23分钟，这不是跑不动，而是电路设计直接决定了耐力的短板。外表依旧能打，但核心战力缩水，这波是轻装上阵还是削骨自损，就看你怎么评价了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升级版的140瓦移速的氮化镓充电器。前面测试篇测试到这一个升级版的，确实比它这个老版的充电器要好多了啊。它内部电路有什么改变，我们这一期拆解视频拆开了就知道了。各位老铁们都是非常喜欢我们这种硬核的拆解视频的，你们越是喜欢，我就越不能随意的去做一个拆解视频。咱们要把内部的电路分析做到位，特别是电路的细节还有优缺点解析，咱们一定要做到位，不然的话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，来拆解这一个移速140瓦升级版的氮化镓充电器。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种做拆解的博主。这种正规的充电器，咱们就不要想着去把它敲开了啊，一般的都是很难敲的，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掉。盖子已经切得差不多了，直接就可以撬开这一个盖子。内部连接方式采用的是导线连接，线材用的是特氟龙的耐高温的线材。可以看到模块内部采用的是全灌胶的工艺啊。我们直接把模块拿出来，外部附了一层紫铜箔进行散热，紫铜箔的下面则是麦拉片做绝缘处理。主板的这个地方还有一根接地线连接到铜箔外面做接地处理，剪掉外面的散热铜箔，这个胶灌得非常的扎实啊。灰色的高分子导热胶基本上是把充电器内部的模块全部都包完了。这一堆灰色的高分子散热胶都是我清理出来的。清理完散热胶以后，这个充电模块真容就展露在大家的面前。内部一共采用2块 PCB 叠加而成，这里有一个铝片，这上面安装的是一个氮化镓的开关管。整机结构就是典型的3段式结构啊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个模块，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拆开这款移速最新版的140瓦氮化镓充电器，它的内部架构相当紧凑，从输入端到输出端，每个环节都围绕高功率密度和多口并发去设计。高压侧负责把交流电变成稳定的高压直流，并且还兼顾效率和功率因素。中间的功率转换段要把高压电变成可用的低压直流，同时保持高效率。而且多口输出和协议分配部分要做到智能、灵活且稳定。看起来这一套思路很新的架构，体积和功能上确实更精简，但精简的背后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同的性能取向。至于它和老版本相比，到底是全面升级还是有所取舍，我们会在后面的电路优缺点分析环节做个详细分析。接下来我们就按功能模块，把每个电路的架构、用料以及关键元器件的品牌背景都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拆解分析。EMI 电路是整个充电器的第一道防线，负责抑制电子干扰，保障设备通过 EMC 标准，同时保护后续电路免受电网的干扰。首先是鸿湖蓝光电子出品的曼荣保险丝，规格是4安250伏。鸿湖蓝光成立于1972年的一家国营企业，后来的话这家企业经过改制，是国内较早进入电子保护器件领域的企业吧。一颗蓝色的压敏电阻，上面写的是 JKET 的品牌 logo， 但是我去查这个官网的话，它又显示的是东莞台强电子。我记得台强电子的 logo 应该是 TQCAP， 这家 JKET 跟台强是什么关系，咱们就不知道了啊。滤波部分采用双极共膜电感，第一级为双线扰制环形共膜电感，第二级则是采用扁平铜带扰制。扁平铜带的优势是交流损耗更低，饱和电流更高。安规 X2 电容规格为 0.68 微法，耐压275伏，厂家未知，与共膜电感配合形成低通滤波，抑制高频插膜干扰。
整流桥选用的广东柳行电子的 GBU1506L， 规格为15安，耐压600伏。柳行电子成立于2012年，主营桥堆、二极管等功率器件。这个整流桥的容量配置充裕，有助于降低发热。整流后滤波部分采用益阳万金源电子的 WH 系列高压电解电容，规格为22微法400伏。万金源电子成立于2005年，专注各种电解及固态电容生产。这个高压电解为后级主控提供平稳的直流母线。为了进一步平滑高压直流，还并联了2颗1微法455薄膜电容。这2个电容跟前面安规电容是一个厂家的，还是没有查到。再增加一个环形滤波电感，这样可以有效抑制整流后的高频纹波，进一步提高高压母线电流的质量。进入高压侧功率转换部分，这里是整机的核心准谐振反击拓扑架构，集成数字功率因素校正功能。主控芯片是日本瑞萨半导体的 IW3627 4亿型号 5H 开头。瑞萨半导体2003年成立，由日立、三菱、NEC 的半导体部门整合而成，主营微控制器、模拟 IC、功率管理器件。这颗芯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准谐振反击控制与数字 PFC 校正功能做到一颗芯片里面，既能让功率因素接近1，又省去了独立 PFC 升压级和大体积的升压电感电容。主功率开关管是一颗大连润信微电子的 RX65T125PS2A 氮化镓器件，耐压650伏，属于高性能低导组的氮化镓开关管。润信微2002年成立，专注氮化镓功率器件和功率半导体的研发制造。工程师在3级驱动路径做了完整的缓冲网络。氮化镓开关管的第1级串来一颗贴片电感，作用是让电流的上升和下降别太猛，避免关断瞬间的尖峰和高频正离，顺带减轻 EMI。在低级和变压器初级节点引出一颗快恢复二极管，导向 RCD 前位之路，吸收漏感能量，抑制过充，保护氮化镓功率管。S 级串联 R090 采样电阻，检测电流的同时还能稍微缓冲一下瞬间的冲击，三者配合既保证开关速度，又能把稳定性兜住。主变压器采用多引脚设计，初级4个引脚包括主绕组和辅助供电绕组，次级引脚则是两并联走大电流。在初级和次级之间必须有稳定的隔离与反馈通道，这里跨接了2颗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安规陶瓷电容，型号都是一样的 Y1102MN， 规格为1000匹法400伏。特瑞祥2014年成立，主营各种陶瓷安规类电容。这类 Y 电容的作用是滤除初次级之间的高频共膜噪声，防止干扰传导到输出端。反馈信号通过台湾兆龙科技 CT1019 光偶传输。兆龙科技1999年成立，是台湾知名的光电元器件制造商。光偶的作用是将次级的电压、电流状态隔离传递到初级主控，实现闭环调节，并在异常时触发保护动作。同步整流部分也是采用的瑞萨半导体的产品，4亿型号为 L9 开头，实际型号为 IW610， 次级同步整流控制芯片，它来负责驱动2颗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。2颗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来自广东力宏微电子，型号都是 LH085N150 NMOS 开关管。力宏微2018年成立，主营 MOSFET IGBT 和功率模块。这2颗属于低阻大电流器件，并联后可以进一步降低导通损耗，减小发热。次级同步输出滤波，这个是重头戏。这里使用了4颗益阳万金源电子出品的 PZ 系列固态电容，单颗容量1000微法35伏，滤波总容量达到4000微法，而且还搭配了一颗共膜电感，构成派型滤波结构，对低频纹波、高频干扰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，保证后级多口 DC-DC 的母线供电干净稳定。这台充电器4个输出端口，全部由珠海智融科技的快充协议芯片管理。智融科技2014年成立，专注快充协议和电源管理 IC 的研发，是目前多口快充市场的主流供应商。C1 口主力输出采用 SW3566H， 负责单口最高140瓦的升降压输出控制，支持 PD 3.1 全功率短位。它的功率通过有2颗广东力宏微电子的 LH042N065 MOSFET， 配合一颗储能蓄流的扰线电感，组成半桥结构，还有一颗 R003 电流采样电阻，实现精确的电流检测与过流保护。V-Bus 开关管也是由广东力宏微电子的一颗 LH042N04 MOSFET 控制，确保输出口能快速切断或接通电压。
C2 口输出则由 SW3536 协议芯片控制，走的是降压路径。功率模式采用2颗 LH042N04，也是力宏微的产品，同样配合一颗储能蓄流的绕线电感组成半桥结构，最高输出功率达到100瓦。2005则是 C2 口的电流采样电阻，这一个充电口它没有配置 V-Bus 开关管。C3 口和 A 口共用一颗 SW3536 协议芯片控制降压路径，功率模式依然是2颗 LH042N04，配合一颗储能蓄流的绕线电感组成半桥结构，输出最高功率22.5瓦。C3 和 A 口的 V-Bus 开关管使用力宏微的一颗双 NMOS 开关管来控制2个充电口，型号为 LH3020。电流采样电阻则是2颗 R005 分管 C3 口和 A 口。每一路 DC-DC 升降压路径的输入和输出都配备了益阳万金源的 PZ 或 PC 系列的固态电容。我手上拿的3颗为 PZ 系列，这个小板的背面还有3颗，其中有2颗为 PC 系列。这些固态电容与电路板上这些 MLCC 组成滤波阵列，这种大量固态电容加陶瓷电容的组合，既能应对低频大电流波动，也能抑制高频尖峰纹波，保证多口并发下的稳定供电。讲完这个新版一速140瓦氮化镓充电器的完整电路，我们就得聊聊它的优缺点，以及它和老版本之间的差异。先说优点，新版走的是高集成单极准谐振反击方案，用一颗瑞萨的 IW3627 主控，同时完成反击变换和数字 PFC 功能，省掉了独立的 PFC 升压级和大体积磁性元件，整机结构更紧凑，配合韧性微的高压氮化镓，优化过的3级缓冲网络，新版在峰值效率和功率因素表现都很漂亮。次级侧的同步整流和输出滤波的配置也很厚道，固态电容容量翻倍到4000微法，共膜电感配合拍型滤波，输出纹波压得很低，这个在我们测试数据里面体现得很明显。另外就是多口输出全部换成了智融协议芯片 C1、C2、C3 和 A 口3套控制路径逻辑统一，握手速度和稳定性都比老版的 MCU 加多家协议芯片混用要好。再来说一下它的不足之处，这一代最大的短板就是持续满功率输出能力明显下降。老版本采用的是双级架构，前级独立 PFC 升压加后级 QR 反击，高压母线有大容量的电解储能，主开关压力分散，2级各自发热可控，所以140瓦能跑1个小时以上。而我们今天拆的这个新版本，为了高集成 PFC 和反击合二为一，高压母线电解只有22微法，储能能力不足，单颗氮化镓同时承担全部的开关任务，电流和热压力集中得多。实际测试中140瓦满载运行到23分钟左右，内部温度就会触发保护功率，这和老版本的耐力差距非常的明显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设计取舍值得一提， C2 口取消了独立的 V-Bus 负载开关，直接由 SW3536 控制输出100瓦。这种做法通路压降更低，成本和体积都有优势，但端口隔离和异常保护完全依赖协议芯片的控制策略，在热拔插、短路、反灌等极端情况下，需要工程上把握得很稳。总的来看，新版一速140瓦氮化镓看着瘦身成功，其实是掏掉了老款1小时满功率的硬底子。140瓦只跑23分钟，这不是跑不动，而是电路设计直接决定了耐力的短板。外表依旧能打，但核心战力缩水，这波是轻装上阵还是削骨自损，就看你怎么评价了。新版一速140瓦氮化镓的协议覆盖面依旧没有改变，安卓兼容性依然和老款一样，荣耀100瓦 PPS 依旧无法启动，其他安卓机型快充表现也是中规中矩，没有惊喜。短时间高功率运行时，功率调度稳定，发热控制比老款更温和，在100瓦和65瓦负载段可以长时间运行，毫无压力。纹波表现比老款更明显的提升，高功率段约67毫伏，比老款的176毫伏下降了不少，对敏感的设备更友好。这是架构的瘦身换来的更紧凑的体积、更低的发热和潜在的成本优势，但代价是长时间高功率输出的能力明显下降。这并非温升单一触发，而是一次功率链、储能和驱动能力差异决定的
部分接口 C2 口取掉了独立的 V-Bus 开关管，长时间满载分口灵活性和容错率有所降低。我的购买建议是，如果你的使用场景是日常多设备充电、短时高功率输出，新版依然是高性能且性价比不错的一个选择。体积合适，发热低，文波好，对设备更友好。如果你是长时间高负载用户，尤其是笔记本加平板加手机全功率同时跑的场景，老款的耐力更让人放心。一句话结论，新版是短跑的高手，快稳干净；老款是长跑健将，全力输出。选谁看你是要短跑冲刺还是全程耐力赛。测试为了了解，猜是为了真相，认真测猜，客观输出。我是李火车猜，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